中美自动驾驶巅峰对决还有3周，马斯克推文说 ，FSD 在华或3月将会获得全部审批。2月初，上海 AI 训练中心已经投产，数据不出境问题得到了解决，座舱模型将使用豆包和 DeepSeek。那无独有偶啊，小鹏3月拿出了第2代 VLA， 准备应战决赛，一触即发。时间迫在眉睫，华为前官声称不再更新小版本，将于4月进入5.0时代。决战前夕，暗记号9系上线能力测试，看看想借 S9 ADS 4.1可否一战。现在我们开始模拟占道施工的这种情况，看看这个 ADS 4.1它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识别了人和桩桶，有点降速了。我靠，竟然停下来了！你看，施工人员把那个停止的那个牌子一收回来，他就走了。我专门去搜了一下官方的这个描述检测到如果说前方有人员做出明显的指挥动作，比如举手示意停车，且置信度较高，车辆可能是自动减速或停车，那这就让我对 ADS 接下来的测试充满了信心。我们现在模拟的是轻质物体这样的散落，我们在地面贴了一些气球，我们看 ADS 4.1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看到了，对，他采取行动了，并且绕行通过。我的天，这个确实是比上回的乐的 L90是更加优秀，它不仅能控制速度，还会做一些绕行的动作，非常的合理还得是遥遥领先，它没有具体识别为什么物体它有一条黑色的一条线，然后它马上就采取了这个制动跟绕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把气球大小吹到了10厘米左右，再加上有些微风气球会有点飘动，这让这个感知的置信度处于决策的临界区，行为比较随机。那超低矮物加上物理常识建模能力，这种极端的长尾场景，那如果反复验证，却有一定的概率也是无法想象。现在我模拟的是临时占道施工的这种情况可能道路会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变向，看看在这种狭窄的这个路面 ADS 4.1的处理情况识别到桩桶了，它做了一个减速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绕行，感觉很简单这个对看了一下，做了个 S 型的绕行，没有任何问题很轻松的就通过了。那无论在施工占道施工人员识别、绕桩的测试当中 ，ADS 展现出了应有的实力轻松完成。那接下来进入更难的地库进行语义识别的测试。我们现在在地库，我们要做这个语义识别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我们在必经之路这个地方设置一个禁止通行的指示牌遇到障碍物了。路况复杂，尝试通行。它好像没有识别，但是它准备强行通过。万没想到的是禁止左转放置在路中间 ，ADS 还从夹缝中穿过去了。这说明这套系统的鲁棒性极高。那为了让这个场景更加适合地库的真实场景我们手搓了禁止通行，而系统呢无法认识这个禁止通行，选择了尝试通过。这是因为这个标识呢非国标的交通标志。那华为 GOD 网络呢虽然说支持通用物体检测，但没有对所有的自定义标识做语义标注。系统仅只是识别为障碍物，不是真正的语义识别才重新绕行。那包括接下来的多语言 OCR 的测试也是无法得分的。遥遥领先处理这种极窄的这种胡同的这种情况他倒是不犹豫就是直接就过了。这是这个胡同里面的第一个难点因为这个地方经常有很多这个行人，因为它是一个 Y 字形的这样的一个路口，然后加上有乱停乱放的非常窄的那种情况。原来在我们测试别的车型的时候，它遇到这个四周都有人的情况，它就容易陷入这个静止的这个博弈。遥遥领先也静止下来了，怎么什么个情况？怎么就不动了呢？给他一点信心。哟，开得太慢了吧？你说他走没走呢？他再走，但我觉得是不是这里也不至于，就人一多这种情况对自动驾驶的这个考验它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要去判断所有行人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哇，
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大难点，它是一个窄路，因为它的这个左侧非常窄，然后有很多这种伸出来的这个障碍物停在这个地方，麻烦大了。这有一大爷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车的屏幕上人多少，干预一下这个加点速，给他一点信心。哇，这一段是极窄啊！之前我们开别的车的时候，这段就一直在停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地方看他怎么处理啊？大爷帮我们那个挪一挪了，那个好，谢谢啊。这是全场最难的一个点啊！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请控制方向，领航辅助已暂停。这个不是说辅助驾驶过不过得去了，是我也过不去。这是全场最难的一个点，这个地方实在是停的车太多了，根本过不去。我现在的后视镜就1-2公分，我的天！这个更难，这一个地方你看着好像挺那个什么的，它这边左边伸出来一块，就轮胎的上去一点，这才是真正的胡同。刚才那个之所以干预了一下，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开我都感觉这个有点不太过得去。哎呦，这么小啊，这空间，你看那后视镜，它完全就是贴着过去了。正在靠边临停，请注意行车安全。啊，到了我们的这个点，好了 ，OK。我们接着前往极限停车场王府世纪。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定位异常，它是没有办法这个激活了。那我们到 B3再试试。到了 B3也是没有办法启动的。我们一会儿出去做一下记忆的路线的试一试。我们现在在王府世纪的 B4， 卫星信号很弱，然后它根本没有办法激活这个领航辅助啊。我们其实经过了这个反复的测试，我们进来之前我们还学习了一遍这个线路，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激活了，只能是没有得分。那接下来环岛这条线路，我开过的这个魏翔、李华没有一个能够满分通过的啊，无一例外的都是闯公交车道。我们来看看最新的 ADS 能不能改写历史。现在是16点51分，我们前方是朝阳门的环岛，现在我们去测试环岛河流的这个通行情况。好，很轻松的就通过了环岛啊！这套系统是真的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相当的成熟。有这个白车有点倾倒，他就让出去一点，跟人挤被挤出去了。不过他的很从容，不像有些车可能会刹停在这个地方，他依然很从容的在选择自己的车道。驾驶正在尝试通过入口。哟，走错路了。哎，走错路了，到路口不知道该咋办了。哎呀，这个必须接管了，走错路了，我们必须得左转了。啊，我们又重新。哎，他在左转车道，这是，你看这是左转车道，他想右转。那可不行，再接管。我们本来以为他会绕回去，哎呦，这一段处理的不应该啊！这个走错路了，实际上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赶紧重新规划一条线路。其实刚才是在这个辅路上被别人挤了一下，然后挤出去了之后呢，就失去了这样的变道的机会。刚才是在这个位置。被别人挤了一下，挤到边上了，就只能走左侧车道了。这下就很顺利的过来了。哎呀，还是走这公交车道了，我把它掰回来。这是干嘛呢？这是，哎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看他还是要闯，为什么老要走？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谁有解决方案？不闯公交车道，或者说至少这个朝阳路
有没有例外啊？这条路为什么必闯呢？这是行业的共性难题嘛。我们现在来到了怎么不走桥上了？这个太过于自作主张了，走错路了，又闯了，我的天！哎呀，不分伯仲的闯公交车道啊！好，前面就是羊闸环岛啊，我们的朝阳群众已经坚守工作岗位了，就是 ADS 4.1啊，这个版本呢，它是相当的果断，很像人，它不会像那有些车在原地蹦蹦蹦蹦蹦，要不静止博弈，要不方向盘在这地方抖动，啊，很顺利的就过来了。但因为现在没啥车啊，我觉得为了公平起见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等个10几分钟，再过去，我们再测一遍这个。啊，前面进入羊闸环岛，这个车稍微多一点点，丝毫不影响，那就这么轻松的就过了。这样我们明天再找个机会再过来看看。今天车有点车了，朝阳群众也就畏了。对于华为这套成熟的系统来讲，它丝毫遇不到挑战，连静止博弈都不会，它非常的干净利落的就过来了。最后的想家秀得分呢是60分，我心目中呢它应该更强，上限更高啊，毕竟这是中国现阶段最强的版本。可是，在一些简单的场景丢分真的是太不应该了。那除了智能驾驶以外，我想说今年多模态的体验将会是顶级玩家的战场。但是目前这个版本，特别是语音和自动驾驶的隔阂呢，还是没有完全的打通。另外，座舱呢有点拖后腿了，务必要在5.0版本进行全面的更新。物理 AI 最大的场景就是汽车，那逐渐能够进化成一个能够听懂人类指令的汽车机器人，这是第一梯队的必选项。